谁敢动星仔，就是和永胜为敌，势必开战，不死不休。这是周星驰被放枪威胁时，向华生对所有黑道的公开喊话。他身形文弱，却一身肝胆，手无寸铁，却敢替整个江湖扛事。刘德华被黑帮逼迫拍烂片时，他一个电活就能把人吓得屁滚尿流。在李连杰两人经纪人接连横死后，只有他敢接手。即使公司被人持枪扫射，他也要拿命护着周星驰。他就是新义安创始人向前最优秀的儿子向华生。他亲手把永盛从小作坊打造成雄霸港片半壁江山的影视帝国。没学过一天电影，却比所有导演都懂观众。巅峰时全港每4块钱票房就有1块进了他的口袋。6年4夺年度票房冠军，台湾市场独占1/3。永盛出品必属精品。这一切都离不开向华生那毒辣精准的市场眼光和稳稳压住整个港圈的绝对掌控力。一辈子拍了1辈子的年，我没赔过。上世纪80年代，邵氏兄弟因电影业务市场缩水宣布停产。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天才导演王晶面临失业，恰逢此时，慧眼识才的向华生主动伸出橄榄枝，并放话承诺：阿金来我永盛，你要钱，我绝不含糊；你要全片场，你说了算。只要你能给我拍出让观众掏钱买票的好电影，永盛资源随便你用。而此时的王晶也急需一个施展才华的新平台，向华生的无条件信任、放权，更让他满心触动。二人一拍即合，便达成了深度合作。1987年，王晶仅用180万拍出的精装追女仔，就让永盛创下2172万票房纪录。不过选好导演只是向华生布局影坛的第一步棋，慧眼发掘各路顶尖巨星，才是他称霸市场的关键手笔。在周润发闯美失败无人愿用时，是他怒砸1000万定剧本、定人设，把周润发这个票房毒药塑造成了风靡全球的经典赌神，狂揽了3700万票房，一战封神。更绝的是，在周星驰凭赌圣一夜爆红前，他早就看透了周星驰身上无厘头喜剧的潜力，果断花70万买下了3部片源。随后趁着赌神和赌圣这股东风，向华生直接把2大 IP 合到一起，赌侠以4034万票房横空出世，再度创新永盛票房纪录。到此，向华生没有止步安逸，而是紧抓周星驰这棵摇钱树，相继推出整蛊专家、逃学威龙后，又和星爷续签9部戏，给足他极大的创作自由的同时，又给他配好顶级班底和资源保驾护航，让周星驰彻底释放了喜剧天赋。1992年，周星驰的好作品接连问世，强势霸榜香港票房，不仅开创了双周1成的黄金时代，还让永盛彻底坐稳了影坛霸主地位。但向华生从不只是会赚钱的商人，他的重情重义、霸气护短，才是真正让人佩服的人格魅力。身怀至宝一朝赌，手握王牌难避纷争。周星驰爆火后，江湖上不少人虎视眈眈，更有甚者直接拿枪扫射永盛大门，逼向华生交人。在那个港圈乱得像菜市场的年代，明星被抢、被压着拍戏是家常便饭，向华生却敢挺身而出，放话硬刚黑道，并给艺人配备24小时保镖，守护片场演员安全。李连杰也正是看中这一点，在考察永盛半年后，才主动投奔了永盛这座硬核靠山。1993年，向华生看出港片要走下坡路，直接急流勇退，把永盛交给哥哥打理，转身投资炒股，做赌业炒地产，短短几年就赚到100亿身家。2014年，他在北京病逝，半个港圈的艺人、大佬都来送他。那些他护过、捧过、帮过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有人说，没有向华生，就没有90年代港片的盛世。这话不假，但真正让江湖记住他的，不是那些票房数字，而是他刻在骨子里的4个字：重情重义。他曾经站在湘江之巅，用一部部电影写下了一个时代的传奇。半生纵横，影坛浮沉，一身情义留名于湘江岁月。